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超人学院钢帝王》。钢呢是钢铁的钢，并不是帝王犯了什么错误，大家来惩罚他呀。片头画面呢做得不错，所以说没有剪辑给大家保留了，但是个别的地方呢我做了处理。不过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头脑里进化出了自动解码的能力。人物方面呢，开场能够选择10个，我选择的是孙华玲。手里拿着一根棍子。这款游戏的画风啊，所有人物的眼睛都超级大，典型的二次元，并且啊，所有人物都是大长腿啊。给大家演示一下人物的招式啊。后续前 A 是把棍子伸出去捅3下，后下前 A 呢是放出筋斗云。这个筋斗云啊，它可以转向，也可以降落。另外，这个脚有一点像卢卡尔的那个脚。其他技能呢，有一个大招，还能够放小型的分身，这个后面给大家演示吧。血量闪烁了呢，就可以放超杀了。第2局给大家争取放一个超杀呀。我现在对面打的这个角色叫做灵奇西亚，据说是一个外星人啊，这个腿也不错。我这个腿技经常想不起来用，其实这个角色就应该好好的玩腿啊。结果呢，我在玩棍子，这就有点不务正业了呀。好了，血红了。血红了，咱们放这个超杀呀，但是他这个超杀判定非常弱呀，放的时候吃亏了。好，放出去了，但是被打断，竟然被平 A 打断。这个超杀呢，释放的时候前摇时间比较长，敌人很容易跳过来，并且呢放出去之后，自己也不是无敌的。好的，打倒了一个角色。这个游戏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你打倒一个角色之后，你可以学得他一个技能，但是呢，习得的技能只能保留一个。不管你战胜多少人，最终只能保留一个习得的技能。看一个角色的技能呢，我就留下了，是一个远程的3段飞行道具。现在打的这个角色叫做凯作勇人，他呢其实是本作的主人公啊。既然是主人公呢，招式方面可能大家心里也有数了，肯定有飞行道具，肯定有突进技，然后呢肯定有升龙。我刚刚放了一个习得的技能，好，就这3段。但是啊，这个招式真的放出去之后啊，人物硬直时间太长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本作的剧情啊，这个剧情其实乏善可陈啊，说的就是在1999年发生了一场大地震。那做这款游戏的时候还没到99年，然后2017年某岛国的首都啊就搬到了一个岛上。为什么要搬？可能是因为岛国首都气温高啊。这个岛上有一个学院叫做伯纳德高校，也就是游戏标题的超人学院。这个学院里边呢，出现了一个野心家，叫做王骑兵，也就是最终 BOSS。他呢想要统治世界。那主人公这一行10个人就要打倒他，来守护世界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打倒一个角色之后呢，他会把自己的技能或者招式交给你。但是这个剧情怎么说呢？一个学校都没有征服啊，就想着征服世界。我就说当初不应该出院啊。好的，打到了第3个人物，这人物一看是个忍者，叫做不动丸。他扔出这个瓶呢，听起来是雷电头啊。
樱花铃放完了飞行道具之后啊，还挑衅一下，请务必对我用这招啊！相杀。这款游戏几乎所有的人物必杀技使用完之后硬值都非常的大，所以说这款游戏应该主要打防反啊，但也有例外的角色。例外的角色呢，就是最终 BOSS。这游戏的最终 BOSS 实在是太无耻、太难了。当年很多小伙伴被这个最终 BOSS 打自闭过呀。打到了之后呢，再给大家演示吧。这顿乱斩，筋斗云。我的分身上一局啊给大家放了，但是呢被敌方的飞行道具打掉了呀。这个分身呢可以辅助攻击，但是攻击力比较低呀。把燃烧瓶交给咱们了。这里可以看见小 boss 的剪影，2个人物，但是影子呢合成了一个，这也预示着 boss 的形态啊。下一个我们打自己吧，看一下 AI 能不能放点分身啊。变身了，放了，他放了一个小分身。分身不仅飞行道具可以打到啊，拳脚也可以打到。而且分身这个技能呢可以加强，打倒自己之后习得的加强技就是把分身可以多放出几个。哦，抓我，还放了一个大。这个大我吃了。一记筋斗云打倒。孙花莲这个角色应该是有一个隐藏的胜利姿势的。赢了第一局之后呢，按上按4个键。跳跃攻击，落地重攻击，然后一个后续前棍。这招应该是我能够用出来的呀，伤害最高的技能了。哦，这个超杀我吃的瓷实啊，掉了1/3的血。自己不好打呀。哦，一起放的超杀，一个相杀呀，这下划算了啊。这样的话拿到了自己的加强技能，但是我没有学呀，我还是留着飞行道具吧。本身呢分身我就很少放。第5个角色 A 队长，这看起来有点像美队啊。腰带上有一个 A， 背景上的妹子也不错呀。哇，他这招看起来有点像小 boss 的那招啊，那招后面咱们可以学会的。哎，烧到他了。吃了超杀，咱们习得的哪个角色的技能呢？它在咱们人物的头像下面会有显示啊。我这一套大概能打1/3。
严格来说呢，孙华玲的这招脚是个对空技啊！我的天，刚才我吃了什么技能啊？怎么血量没有了呢？我血条怎么消失的啊？感觉对面也像我一样跳起来打了一下，落地打一下，然后一个技能，我怎么一半血就没了呢？这个伤害真的超级高啊，有点过于夸张了啊！他的这个技能不好用，一个后跳，然后一个滑铲。你直接滑铲呢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突进技，一个后跳算什么玩意儿？这款游戏虽然可以习得技能啊，但是绝大部分技能用处并不是很大呀。好，这个角色叫做马瑞，是个机器人啊，战斗机器人。这个角色打起来还是稍显轻松啊。刚刚他使用那招对空，一会儿呢就能够得到。差一点了，好，他跑了一个突进跑了。我其实缺一个好的突进技，可惜没有。刚刚角色那个滑铲呢，算半个突进技。使用之前呢，先一个小跳，你这样就无法在连续技当中使用了呀。哦，刚刚他打了我一套波声啊！先放飞行道具，然后给我个升龙。啊！这个枪我看起来是往地上打的，怎么驾驶着筋斗云也过不去？哇，游戏还是有物理引擎的呀，不错呀。他的技能是这招升龙。好，下一个角色紫红荆界，这家伙身份比较特殊啊。他是最终 BOSS 的小舅子，召唤出来一只狼，打他要快一点打呀，我感觉有一点1打2的意思。带着一只狼，让我想起了噬魂的加尔福特。哎，这回放出一只猴子，这不是变成查姆了吗？猴子会跳上来抓人。哦，不好，血量不多了，反击啊！差点翻车呀！看一下他的技能，一个地面的飞行道具，但是这个飞行道具看起来攻击的范围有限，感觉不大好用。卡修，服装上还有蝙蝠的翅膀。其实呢，大家想一下这款游戏的设定啊，时间是发生在平行世界的2017年，所以说咱们现在使用的这些角色能看到的大概都是90后啊。
我才想起来手里有棍子啊，之前一直用脚来打架了。这款游戏的素质呢还是不错的，并且你看加入了卷轴的缩放。上一个我见到这种效果的游戏还是噬魂。哇，不愧是长了翅膀的人啊！好的，标准的连击带走。这套连续技啊，打的血真是太多了。看起来是一个对空技，但是需要按下蓄力啊。这个角色丽花一辉，叫一辉的男人，他穿着这身衣服呢，给我一种特摄剧的感觉。并且其实这个角色我是比较喜欢的，还有突进，而且呢，他的升龙特别好用，比我的强多了呀。我的腿技时间太短了，玩腿啊竟然只能那么短的时间，也相当的不爽啊，所以说就很少玩，很少用啊。感觉 AI 的水平都可以。使用下重脚之前呢，使用2个轻脚来进行牵制。我连了一套，但又打了他1/3的血。局势好焦灼呀！我俩的血量啊交替消耗。哎，开车！你这就不理智了，在我面前开车啊，那肯定会翻车的。这个技能应该是最废的呀，它是一个蓄力技能，用出之后呢，很长时间才会出去。这是常规的最后一个角色了，叫做凯作红一郎。技能还可以吧，反正就是使用飞行道具的时候，硬直太长了。就这招，这就是机会啊！抓3次就能抓死他。红一郎的升龙也不错，是一个升龙脚，但是我觉得不如丽花一辉。啊，我刚刚给大家用了一下这招啊。续了半天，一脚踢出去，没踢到人。踢完之后呢，自己还有一个硬直。防的真严实啊！他血量没多少了。啊，就这招又用了一下，又没打到人。这局还算顺利吧。还抽空呢，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废招。好的，该 BOSS 战的部分了。他的这个技能，一个飞行道具，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飞行道具。那我就换了，开始小 BOSS 战。朝比兄妹，啊，这对兄妹不错呀。
这对很坚挺啊。他俩呢合体了。合体之后，技能其实都非常强啊，有乱舞技，有对空，而且招式其实很无耻啊，尤其是他两只胳膊转圈这招，几乎是无敌的。未来血量差不多了，好的，大招带走。这两货竟然这种方式合体啊！看起来难的是外骨骼呀。招式的硬直都非常大呀，不只是这些技能，甚至包括普通的拳脚。我就抓他那3下啊，他蹲下用脚踢我的时候，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硬直吧。好，抓住了。每次都是踢3脚啊，这个不理智。然后呢，开始最终 BOSS。这个最终 BOSS 啊，当年打不过的小伙伴可以举手了。学会了小 BOSS 的技能，一个对空的闪电啊。但是这个对空闪电啊，出手可比小 BOSS 慢多了，一点也不好用啊。王骑兵最终 BOSS 打这个 BOSS 啊，他的一些技能要靠猜，比如说他的全屏的传送技。传送之后呢，有几种选择，它有可能出现在你正面，有可能是背面，有可能抓你，这个就是泽呀。升龙，这个升龙呢，重升龙可以打我半格的血，前面如果接了东西，那我人物就晕了，然后再一套就没了。他的很多技能呢也是有硬直的，咱们就抓这个硬直。突进技可以接一个下蹲的重拳，然后接一个后前的拳，但是啊，有几率呢接不到，然后被打，所以说我就采用了稳妥一点的抓他。这个位置正好可以突进攻击。这是一个跑动技，打这个 BOSS 呢，就是要少失误，每局大概最多可以容忍你失误2次左右。好，他有一个蓄气的动作，升龙，抽了他4脚，胜利在望啊！但是要小心，哎，刚才这一下。他的突进2拳，第2拳呢是中段打呀，不能蹲防。刚才应该是最终 BOSS 手下留情了呀。升龙他没接到，好的带走，这样通关。不容易啊，这个最终 BOSS 打的不容易。通关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通关的剧情了。那孙华玲的人设啊，就是追着主人公凯作永人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冷门格斗游戏，而且难度比较高的格斗游戏《超人学院钢帝王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